今天呢，大帅要给大家分享4个降 N 体系的交易技巧。这4个技巧呢，是我最喜欢的，分别是2个买入技巧和2个卖出技巧。这4个技巧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直接、明了。很多时候我不需要看其他各种指标，只要用裸 K 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位置到底符不符合。这也是十分好用的4个实战技巧，可以用在股市期货、加密货币以及不同的周期。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来开始分享。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也欢迎大家使用大帅自己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和观看大帅的教学视频。首先呢，这4个技巧是很简单，但是确实很实用的啊，我自己经常用，特别实用啊。首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在这里呢，我们先以这个期货来举例，这里呢放的是黄金期货日线周期。这4个技巧呢，一共有4点。第一点呢，我们先说一下买入的技巧，那就是在新高的价格或者老顶的价位以上买进，这是第一点啊。这点很明确，就以黄金为例，首先在新高的位置可以买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黄金在这一段形成了一个箱体压力，那么当它突破的时候就形成了日线的新高，那么突破箱体这里就符合我们的刚才讲的第一条，在新高的位置买进。当然还有一点，或者老顶的价位以上买进，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老顶的价位以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市场上老顶哪些是老顶呢？例如这里是老顶，也就是说例如它涨到这里或者这里，对吧？它在老顶的价位以上了，那么就可以买进。那么对比前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段行情在这里和这里是老顶，那么当它涨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在老顶的价位以上了，那么这一点呢，就是符合我们的一个位置，这就是一个多头的策略，这就是顺势而为，顺应市场的趋势。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不断的新高，不断的新高，害怕。其实新高之后还有新高，我们可以把 K 线缩短，包括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月 K 线，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只要在新高的时候，它接下来就会有持续的一个往上的一个动力，代表这个市场都是多单的一个空间。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在价格上涨到老的低点上方时买进。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和刚才不一样，它是老的低点上方。什么叫老的低点上方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同样的先切换到大周期，可以看一下，就是当价格上涨的老的低点上方是买进，我们可以看一下老的低点，在这里是老的基点，在这里呢，它是直接在老的低点上方了，不符合，是要涨到老的低点上方。那么这个位置就是符合的，我们可以画一根水平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价格首先跌穿了，然后重新涨到老的低点上方，那么这个位置就是符合刚才讲的涨到老的低点上方买进的这个要求。我们再来看一个日线级别，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下跌的过程中有几个低点，这里是低点，这里是低点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例如以这一波为例，当它找到老的低点上方的时候，那就是涨到这条线的上方。规则3，当价格下跌到老顶或老的高点下方是卖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指的是一个跌穿什么叫老的高点下方是卖出呢？这里就会有，但是它周期很短，例如这里比前一点高了，然后很快它就跌穿了这个高点，就是等于跌到老的高点的下方了，那就代表它动能减弱，接下来就是继续往下。那么前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样的逻辑。老的高点还在哪里有呢？这里
还有一个老的高点。那么当这一轮行情首先涨到老的高点之上，然后在这里跌穿了老的高点，那么这个位置呢也属于一个江恩体系的一个卖出位置。包括在小的周期也是一样的例如我们切换到很多这个1小时的周期，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一个卖出的位置，这种位置是很好找的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市场上，包括在指数方面也有很多，例如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1小时为例当它这个跌穿老的高点，让我们切换到日线，我们可以找一个前面下跌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上一个高点，当它跌穿上一个高点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往下的动力。包括这边也是，假设这个是高点，如果它没有跌穿这个高点，那么它就沿着它往上涨，如果它跌穿了高点，那么它就会回落包括前面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很好用的一点。好，然后最后一点，当出新低的价格卖出，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在股市上不太实用股市上一般不会出新低，这个在商品里面是很实用的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大豆期货前面它下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不断新低的过程，在这里日线跌穿了前面的底部以后不断的新低然后反弹再次跌穿前面的底部又不断的新低，所以这个呢就是加恩的4条简单有效的纪律。很多时候不知道市场在什么位置的时候，就可以耐心的等待，寻找一些这样的一个短线机会，不管你是用在大周期还是用在小周期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加上止损。这个大帅给大家分享过，大帅的所有交易都是第一时间加上止损这4点呢也是我很喜欢使用的一个方法，可以帮你检测市场的买入机会和卖出机会。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订阅，如果有任何问题记得在下面留言，也欢迎大家使用大帅自己编写的指标和观看大帅的 Trading Wheel 教学视频，谢谢。